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婚姻就是我们的全部，但是没想到我却迟迟不能怀孕。得知这个结果以后，我的婆婆竟然帮助小三上位，仅仅离婚1年以后又来求我复合。她说她欲望太强，想要的东西太多，伤我儿子的身体还伤心。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婚姻就是我们的全部，但是没想到我却迟迟不能怀孕。得知这个结果以后，我的婆婆竟然帮助小三上位，仅仅离婚1年以后又来求我复合。她说她欲望太强，想要的东西太多，伤我儿子的身体还伤心。温孕加班到晚上10点多才回家，本来以为这个点人都睡了，她怕吵醒他们才小心翼翼地开门，没发出声音，却在门口换鞋的时候看到一双陌生的鞋子，一双年轻女人的鞋子。家里只有她老公萧和禄与婆婆何月瑜，她没有这样的鞋子，而且鞋在门口放得整整齐齐，显然是来做客的。可是她这一天都没接到何月瑜的信息说家里来客人了。温韵心里疑惑了一下，没发出声音，继续往客厅的方向走。才走到门边，就听到一串笑声传出来：“小佳呀，你这闺女就是会逗我开心，老都老了，我还整那些做什么？再怎样也不会像你们年轻小姑娘一样好看了。乔伯母，您这话说的，您一点都不老，而且又有气质，多少年轻小姑娘都赶不上您。这个面霜是真的好用，我在国外定制的，好多人花钱都买不到呢，您一定要试试。”“好，那我就听你的，试试。这东西一定很贵吧？”“也不贵，才1万多一瓶。国外的东西嘛，您是知道的，定制的1万多也还好。1万多，天哪，这么贵，这都要何禄1个月的工资了。你这孩子也是，浪费这个钱做什么吗？”“伯母，您这话就见外了，给您买的东西怎么能叫浪费呢？只要您喜欢，以后用完了我再给您买，那怎么行？”“那不行。”何月瑜说着就叹了口气，声音压低了一点：“你是好孩子，虽然跟我非亲非故的，却还知道孝敬我。那一个呀，1年到头是没看到他给我买点什么。像你这1万多的面霜，要是叫他买，那怕不是要了他的命。”虽然声音压低了，但温韵耳朵尖，听得清清楚楚，不用想也知道，何月瑜口中那一个指的是他。温韵捏紧了手，指甲掐进手心，火辣辣的疼。很快他就听到小佳轻飘飘地笑了2声：“伯母，这个您要想宽心一点，毕竟我们的收入不一样，1万多对我来说没什么，但是对工资几千块的人来说还是很不容易的。没事，以后您要什么尽管跟我说，我给您买。你是好孩子，可我又怎么好意思？当初要是何禄娶了你就好了，说不定我现在都有孙子抱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日子一定比现在过得好。这都是命啊，怪我们萧家没有这个福气。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都还没生孩子？都结婚好几年了吧？”“哼，你一说到这个我就来气，说是什么现在没有条件，等条件好一点再生孩子。他要先把他的事业做好，过几年再生。”真是气得我心口疼，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年纪了，快30的人了还在拖。他倒是过得潇洒，我儿子到现在还没个1儿半女，我这把年纪了也是天天盼孙子。你说哪家媳妇像他一样的？这确实是有点过分了。做媳妇的不想想自己也要想想老人家呀，搞什么事业有生孩子重要吗？何禄也是，不说说他，说也没用，他娘家把他宠成那样，
做什么都任性。我这回就在这里住着不走了，我就在这儿盯着他，天天盯着他那肚子，我就不信他还敢找什么借口。他娘家没人管，就让我来管，还是伯母有气势，就要这样才行。伯母心里还是遗憾呐，当初要是娶的是你，我怎么可能会操这么多心？像你这样懂事的好孩子去哪里找啊？当年何露也是鬼迷了心窍，才会娶这么个女人进门。伯母，您别说了，是我没有福气跟您做一家人。小佳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何月瑜一边叹气，一边安慰他：“你别灰心，其实伯母一直在想办法撮合你跟何露，你再等等，等他再生不出孩子，我就叫何露跟他离婚。这可是伯母，要是他生出孩子来呢？生不出来的。”何月瑜做贼一样四处看看，幸好温韵站在门背后，刚好在他视线盲区，他没看到人，这才小声道：“他自己说的不想生，可我觉得他身体有问题，一直催着他去检查。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要不是心虚他怎么不敢去检查？原来是这样，我到这里来盯着他，其实就是想把他的狐狸尾巴揪出来。要是真的生不了，我就让何露早点跟他断了。我萧家可不能在他手里断了后。对呀，伯母，您这么多年一个人抚养何露这么辛苦，现在何露也挣钱养家了，你也没必要为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惹自己不开心。该断的就断了。就是。两人又在那里叽叽咕咕半天。温韵不动声色地站着一动不动，等到11点多，看着两人聊得差不多，他才假意制造出一点声音，装作刚刚从外面进来的样子。何月瑜见他进来，愣了愣，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忙问道：“温韵回来了？加班加这么晚吗？”温韵笑了笑：“对呀，打车还打了半天，这会儿才到家。妈，你怎么还不睡？”这位是何月瑜听他说才刚回来，顿时松了口气，忙笑着介绍道：“这是方家，是何露的初中同学，才刚刚从国外回来没多久，他打算在临城发展，顺路来看看我。”哦，温韵笑着点点头，礼貌疏离，看不出情绪。方家见温韵回来了，便站起来笑着告别。何月瑜把他送到门口，两人在那里跟亲生母女分别似的。温韵默默回自己的房间去洗漱，中途听到何月瑜也回自己房间去睡觉了，对今晚这位方小姐的到来没有一句多余的解释。温韵笑了笑，看了眼时间，已经是12点多了，萧何露还没回来，他打了个电话过去，那端说是还在加班，语气里都是疲惫。萧何露最近刚刚升职，每天都加班加到深夜，温韵已经习惯了，叮嘱他早点回来，自己就先睡了。他也有自己的工作，也忙得团团转。虽然何月瑜和方家的话让他火冒三丈，但两人只是口嗨，既然还没冒犯到他头上，他也就没管。日子平静无波地往前滑走。对于那天晚上的事情，温韵没有提过半句。何月瑜依旧处心积虑地要求温韵到医院去检查。温韵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身上，而且她知道自己身体没病，只是他们夫妻两人的事业都处于上升期，她不想这个时候要孩子。于是便推三阻四地找理由拒绝了何月瑜。他越是不去检查，何月瑜就越是笃定了他生不了孩子，对他的态度就越来越恶劣，几次明里暗里地骂他是不下蛋的鸡。萧何露的名字是他爸爸取的，萧代表他爸，何代表他妈，这个名字是他爸爸爱他妈妈的见证。在那个年代，能有这种觉悟的男人，可见是真爱。可惜情深不寿，
在萧和禄3岁多的时候，他爸爸就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温韵不跟何月瑜计较的最大原因，就是想着他早年丧父，独自一人把萧和禄养大不容易，所以纵然再生气，他也忍下了那口气，不跟他计较。只是没想到，他的退步换来的是别人的得寸进尺。方家到家里来送了那盒价值1万多的面霜之后，隔了半个月又再一次登门了。那天下午，温韵依旧没能准时下班。6点多的时候，收到了萧和禄姑姑萧莲芳的微信，那端问他：“温韵还没下班吗？”温韵回答：“还在加班。”不一会儿，萧莲芳就给他发来一个视频，并且在视频下面打了一大段文字：“你妈在你们家做饭，请了亲戚朋友们一起来吃饭，我以为你也在。没想到你不在，你妈还叫来了一个年轻姑娘，一直在跟亲戚们夸这姑娘有多好多好，还说让我们劝劝萧和禄跟你离婚。我觉得事情有点不对，你要不要回来看看？”温韵脑子嗡的一声，像刮奖一样，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了那个视频。视频里，他家的客厅坐满了人，全都是萧和禄那边的亲戚。方家也在跟着何月瑜忙前忙后的，时不时的还跟萧和禄说几句话，气氛很融洽，好像在场的才是一家人。温韵拿着手机的手有点抖，后脊背冒出一层冷汗。萧和禄今天没有加班，但是他没告诉他，一群亲戚在他跟他共同的家里聚会，还是他姑姑告诉他的。他跟他母亲甚至没有发微信给他知会个一言半语。温韵感觉一股凉气从脚底一直窜到头顶，全身冰冷。不知待了多久，温韵才缓缓回过神来，手指僵硬的在对话框里打了4个字：“谢谢姑姑。”温韵曾经从马路上冲过去救过萧莲芳儿子的命，在萧家，萧莲芳是唯一一个胳膊肘往温韵这边拐的人。发完微信，温韵关了电脑，拿起包就走。旁边的同事奇怪道：“温主管今天不加班了，今天早点回家。不加班了，你们也早点回去吧。”温韵笑了笑，很快走出办公室。他到公司楼下打了个车，直奔自己家的小区而去。此时，客厅里依旧是一片欢声笑语，大家吃着饭喝着酒，除了萧莲芳，其他没有一个人问起温韵。萧莲芳趁着何月瑜拉着方家说话的空隙，把萧和禄拉到一边去问道：“这么多人在你家聚会，你跟你老婆说了吗？”萧和禄无所谓的摇摇头：“一家人在一起吃个饭，有什么好说的？可这是你们2个人的房子，说一声也是对你老婆的尊重吧。”“姑姑，你就是想太多了。”温韵不是那种小气的人。“那方家呢？”萧莲芳蹙眉问道。“你妈一直在夸他，还让亲戚们劝你离婚，你不会看不出你妈的意图吧？你想太多了。我妈就是单纯的喜欢方家，顺口夸了他2句，哪有什么意图？劝我们离婚是因为她以为温韵生不出孩子，我已经解释过了，等我们事业稳定了再要孩子。”萧莲芳见他都这样说了，也不好再说什么，摇头叹了口，正打算带着儿子跟大家道别时，门口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众人齐刷刷朝门口看去，见温韵面无表情地走进来，也不跟谁打招呼，目光直勾勾地落在何月瑜和方家身上。满屋子的人一下子就没了声音，全都盯着温韵。这是在宣示主权吗？温韵轻笑一声，眼睛冷冷地看着方家。方家摆出一副被欺负的模样，瑟瑟地往何月瑜身后躲。“宣示什么主权？你凶巴巴的做什么？”何月瑜把方家拉到自己后面去，恶狠狠地瞪着温韵：“宣示什么主权？
你还不清楚？今天没有跟我说一声，就召集了亲朋好友在这里，还叫了这位方小姐来，不就是想告诉大家，她将要是这个家的主人了吗？萧何禄急忙过来拉她：“温韵，你在说什么？这么多亲戚在这里，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什么话？”温韵冷笑2声：“那依你这么说，是不是小三住到我家来了，我都不该出声？你说谁小三呢你？”方家像猫被踩了尾巴，尖声叫道：“谁是小三，谁心里有数。”温韵冷眼看他，但凡有点良知家教的人都该知道，离有妇之夫远一点。你倒好，舔着脸来贴萧何禄，还跟他妈一起计划着怎么甩开我嫁进萧家来。你是从小没有妈妈，才这么上赶着认妈的吧？你方家被对得脸色铁青，一脸委屈的去拉何月瑜的袖子，寻求庇护。伯母，您看他怎么说话的？温韵，你别太过分了，不过就是只不会下蛋的鸡，你有什么资格在我萧家趾高气昂的？温韵无奈摊手笑：“不好意思，买这房子的钱，我跟萧何禄一人出了一半，这不是你萧家，只要我不愿意，你这些亲戚就不能在这里，包括你也得从这里滚出去。太过分了，这姑娘怎么说话的呢？”旁边有个女人的声音插进来，开始为何月瑜打抱不平：“就是啊，怎么说，你婆婆也是长辈，怎么这么说话呢？”又有一个人附和：“难怪小婶想让你们离婚，瞧瞧你这嘴脸，哪里有一个为人媳妇该有的样子？娶妻娶贤，你说你又不生孩子，又不贤德，这样的媳妇拿来做什么？”温韵被围在人中间，众口纷纷，皆是指责她做萧家媳妇是如何失败。她就像江河中一叶浮萍，四周滔滔江水向她呼啸而来，都是萧家的人，没有一个人站在她这边。萧莲芳想说句公道话，也插不进嘴。温韵捏紧了拳头，打算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温韵，萧何禄见他在爆发的边缘，怕他越说越不顾及大家的情面了，急忙拉着他往卧室走。“你先冷静一点，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这么多亲戚在这里，你这样说话，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人？”说话间，他就把温韵按在卧室里，说了句自己去处理外面的事情，就脸色铁青的把门锁上了。温韵胸口剧烈的起伏着，一股熊熊燃烧的火在她身体里蔓延。她爸妈生了2个孩子，她有一个弟弟，爸妈对2个孩子都很好，在温家，她也是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宝贝。怎么到萧家，她就成了过街老鼠了？她为这2个人的小家也殚精竭虑。他有一份比萧何禄稳定而且收入高的工作，他努力上进。他每个月跟萧何禄一人出1半的钱还房贷，而且常常还要他出钱来做家庭的日常开销。细算下来，他比萧何禄付出的还多。怎么到了何月瑜的口中，他就一无是处，哪里都配不上他儿子？其实这不是温韵最难过的，他最难过的是萧何禄的态度，难过的是他没有站在他这一边。刚才在客厅里那么多人把矛头指向他，他没有站出来为他说一句话，哪怕他能稍微说一句维护他的话，他都不会这么难过。温韵心中郁愤难平，眼睛里含着泪，却死死咬住唇，不让自己哭出来。不能哭，哭了就输了，他又没做错，为什么要哭？温韵仰头看天花板，努力想把眼泪憋回去，目光却意外触及到床头的婚纱照。照片中的他和萧何禄都笑得很甜，那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温韵和萧何禄的爱情其实也没什么轰轰烈烈可讲。初遇萧何禄的时候，他还是个职场小白，萧何禄也是个职场小白。
两个小白因在某天深夜不约而同地到天台向星星吐露烦恼而相遇，再然后就是相识。职场上的烦恼多得数不胜数，这让两个小白有了很多共同话题。慢慢的聊着聊着，两人越来越投缘，再后来就是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那时候的萧何路对他很好，会在深夜跑很远的路去给他买喜欢的烧烤，会在各种节日费尽心思的准备礼物，会在某个凌晨把他拉着去机场，飞到天之涯海之角，赶着去看天边第一丝曙光，看朝阳从海岸线冉冉升起。结婚以后，恋爱的激情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生活的柴米油盐。可温韵也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两人一起过着平淡温馨的日子。直到何月余从老家来临城之前，他们的生活都还算平静温馨。何月余是打破他们宁静生活的一大因素，但其实温韵也清楚，他们的婚姻本身也存在问题。他没有再细想，不过心里的怒气渐渐平息了下去，没有刚才那么生气了。外面闹哄哄的吵了半天，好久才渐渐归于寂静。温韵等了大概半个小时，萧何路才开门进来，四目相对。萧何路先蹙着眉头问道：“还生气吗？”温韵反问他：“难道我不该生气吗？方家只是我的初中同学，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俩同桌，因为有一次开家长会，我妈见到他就很喜欢他，后来就经常叫他来我们家吃饭。再后来初中毕业，我们就不在一个学校了。高中毕业后，他去了国外，最近才回来，就冲着以前的情分，我妈叫他来家里吃个饭，不算什么吧？你又何必这么小题大做？小题大做？原来他觉得他是在小题大做。温韵冷笑两声，也对，从他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他小题大做。他看到的只是方家来家里吃个饭，并没有听到那天何月余跟他的对话，更不知道两个女人悄悄合谋，打算挤走温韵。温韵只恨自己当时没有录个音。温韵，萧何路见他脸色难看，放软了点态度，这件事就算了吧。你看今天这事搞得大家都很尴尬，都说家和万事兴，你和妈就好好相处吧，都是一家人。温韵没说话，顿了半晌，她说道：“这个家要是还想继续下去，你就叫你妈回乡下去。那个方家，你不要跟他来往了。”这叫什么话？萧何路满脸不可思议。我妈一个人，虽然老家离这里也不远，可是怎么能叫她一个人回去？她一个人把我养大，难道老了来跟我们住在一起，我还要撵她走？那我不就成了不孝子了吗？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没得商量了，对吧？温韵也不退步。萧何路哑然半晌，最后无奈让步道：“好吧，我跟我妈说说，让她到舅舅家住一段时间，给你们两人一点独立的空间，冷静一下。”温韵也不想让这个家破裂。萧何路既然这么说了，他也见好就收，反正只要不见到何月余就行了。何月余虽然是骂骂咧咧的离开的，但到底是暂时走了。温韵和萧何路的生活也归于了寂静，只是两人之间好像无形中扎了根刺，那刺横在中间，扎出一些看不见的细小的裂纹。原本温韵觉得没什么，生活嘛，怎样都是要过下去的。如果方家没有来找他的话，入秋之后的天气渐渐凉了，从夏天开始之后就消失在生活里的方家，这天突然出现在他公司楼下的咖啡馆，约他见一面，说是有重要的东西要给他看。温韵坦坦荡荡地下去见了他，方家笑得一脸挑衅，直接把手机放在温韵面前，上面是一个打开的聊天界面。温韵看到那个头像时，脑袋有一瞬间的空白，
那个头像是他最熟悉的萧何路的微信头像。何路一定不会把这些聊天给你看到吧？方家笑了笑，声音甜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给你看看，毕竟大家都是女人，我也不想看你被蒙在鼓里。他那虚伪的样子，可没有哪里像是会为别人着想的。温韵笑了笑，还是拿起了手机，没别的，就想看看他们都聊些什么。他没有想到的是，自从上次一堆人在他家聚会之后，萧何路就一直跟方家没断过联系，聊天记录铺天盖地，两人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温韵也是从这些聊天里知道，方家根本不是萧何路的什么初中同学，而是他的初恋。两人分手的原因是方家去了国外，迢迢千里路，萧何路不愿意异国恋就分了手。温韵待了很久，震惊于萧何路的演技居然这么好，瞒了他这么久。聊天记录里，萧何路还说，当初之所以会娶她温韵，只是因为她有时候笑起来很像方家。两人一起怀念从前，怀念那些无忧无虑的恋爱时光。萧何路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那段感情的遗憾和怀念。还说，要是时光重来，他一定等方家回来，不会这么早结婚。温韵没有再看下去，一股恶心感在胃里翻江倒海。他把手机还给方家，拿起包起身，准备走人。方家叫住他：“你没什么要说的吗？”温韵想了想，目光凉凉地看着他，冷笑道：“你今天把我叫到这里，给我看聊天记录，是为了什么？我们都心知肚明。既然你这么想回收垃圾，那我就成全你。”说完，也不管方家的脸色难看到极点，就提着包包扬长而去。温韵没有犹豫，冷静理智地把财产算了一下，找了律师，迅速地写了离婚协议。萧何路以为他疯了，直到温韵把他跟方家聊天记录里几句话一字不错地重复一遍给他听，他才傻眼了。温韵，你听我说。萧何路试图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温韵扬了扬眉毛，笑道：“哦，那你说说看是怎样的？你这么较真干什么？两个人过日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吗？再说我跟他也没什么呀，就是随便聊聊天而已。至于离婚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不是你跟他睡到一起了，我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温韵被气笑了。萧何路，我真是瞎了眼，才嫁了你这么个玩意儿。他把离婚协议放在萧何路面前，我不签。萧何路冷着脸道：“是舍不得我的钱，还是舍不得我这个倒贴的傻瓜了？”温韵冷笑不已，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可笑过。萧何路本想反驳两句，可温韵说的都是事实，他根本没有反驳的余地。两人正僵持着，猛然门口传来何月瑜急切的声音：“何路，人未到声先闻。”很快，方家就牵着他的手进来。何月瑜一看桌上的离婚协议，就两眼放光，恨不得拿起笔替萧何路签字。“儿子啊，他既然先提出离婚，你就赶紧把字签了。你跟他的八字不对，听妈的，赶紧把字签了。”萧何路犹豫着不动。何月瑜怕温韵反悔，急忙拉着萧何路哭道：“妈把你养这么大，从来没求过你什么，妈就求你这一次，你把字签了，妈求你了。”萧何路是孝子，见何月瑜哭成这样，他就算是不想签也没办法。“好，我答应你，我签。”白纸黑字，刷刷几笔，离婚协议上签下了温韵和萧何路的名字。温韵拿着协议，拖着早就收好的行李箱离开。走到门口时，猛然想到什么，他又从包里拿出一份物流订单详情和打印的聊天记录，放在何月瑜面前，笑了笑：“这个东西送你，
当是婆媳一场的礼物吧。那是他在朋友圈看到的一个卖假货的微商发的交易订单截图，因为那个头像跟方家的一模一样，温韵就找到那个微商了解了一下，得知那盒价值1万多的面霜实际上是找这个卖假货的买的，实际上才620，方家这还是做活动时买的，打折下来470。他把跟那微商的聊天记录以及那盒面霜的订单物流信息全给了何月瑜。何月瑜的脸色越难越难看，看到最后不可思议地把目光移到方家身上，方家脸由白转红，最后变成了青紫色。他怎么也没想到，这该死的缘分竟会让他跟温韵加了同一个微商，而且好死不死的那微商还把交易截图给发了个朋友圈。温韵不管他，继续对何月瑜笑道：“我就是个月工资几千块的人，舍不得买1万多一盒的定制面霜，只是你吃的穿的用的，你全身上下哪一样不是我买的？做人还是要有点良心，不然算了。祝你和你这给你买1万多一盒面霜的儿媳妇幸福快乐吧。”温韵，你……何月瑜张张嘴要说什么，却说不出来。这一刻，他脸上的表情很丰富，迷茫、悔恨，各种交织在一起。温韵没再说话，拖着行李箱毫不留恋地离开。他没有告诉何月瑜，其实他的工资比萧何路的还要高2倍。这些年，为了萧何路在他母亲心中优秀儿子的形象，他一直配合他营造自己小女人需要依靠他的形象。1万多的面霜吗？他温韵也不是买不起。温韵跟萧何路的婚离得还算体面，房子卖了之后分的钱一人一半，财产一人一半。温韵拿着分到的钱，又重新买了套小房子，自己一个人住的舒服，时不时的还把他爸妈接过来住段时间。离婚1年后，他又升职到了总监，事业一路长红。后来听萧莲芳说，方家跟萧何路结婚了，婆媳2人的关系好像因为一盒面霜搞得很僵。何月瑜一直在催他们生孩子，方家被催得烦，把萧何路拉到医院去检查，结果萧何路没有生育能力。何月瑜天天念叨这个生不了，那个生不了，最后报应到了自己儿子身上。结婚之后，萧何路按揭买了套比之前小1半的房子，方家也没再工作，之前开的店生意不好，还亏本。萧何路折了好多钱才给他把债还上。屋漏偏逢连夜雨，萧何路因工作上的失误还被降职降薪。总之，一家子现在是负债累累。温韵听到这些还不信，心想方家好歹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再怎样他们的生活也不至于如此不济。直到他在公司楼下遇到在垃圾桶翻塑料瓶的何月瑜，再次见面就像隔了1个世纪。温韵升职加薪，生活温暖阳光，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朝气蓬勃的气息，而何月瑜却是满脸憔悴。温韵愣了好久才把人认出来，犹豫了好久，却是不知道怎么称呼。何月瑜也愣了好久，温韵。温韵回过神来，礼貌地笑道：“您好。”2个字刚一出口，何月瑜霎时间泪如雨下，哽咽道：“温韵，我错了，我错了。你回来跟何路过日子好不？我保证再也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婚后不孕婆婆逼丈夫另娶，离婚仅1年，她哭着找来求我复婚。温韵笑了笑，清澈而温暖的笑容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回不去了，阿姨。2人站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像隔着悠长的时光隧道。这世间哪有那么多可以后悔的机会？
曾经你觉得我不孕就可以将我弃之如履，现在对方对你不好了，你又来求我复合。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可以后悔的事情？没有后悔的药。所以每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都要为未来想好。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下班被老公的绿茶小三占了停车位不说，还要受他们一家的挤兑。我提出离婚，反被婆婆找上公司辱骂。没关系，泼妇婆婆，我用爱教诲。无赖公公，我耐心劝导。老公和小三，我送他们团聚，主打一个爱与和平。下班回家，发现我的停车位上停了辆陌生的蓝色宝马。我按照车上留的电话拨了过去，铃声响了好一会儿才被接起。一个女生的声音响起：“哪位？你好，是 V663 的车主吗？你的车停错了位置，占用了我的车位，麻烦下来挪一下车。”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嗤笑，反问道：“所以呢？什么？”我不敢置信，以为自己听错了。车位写你名字了，你叫他一声，看他理你吗？先来后到，懂不懂？大婶，别在这里发癫。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而我愣在原地不知所措。等我消化完他的话后，加班的疲惫感瞬间化作怒火涌了出来。操！吃的什么牌子的狗粮，这么能叫？占了我的车位还耍无赖！今天就让你重新认识一下你家亲戚，不把你骂得后悔投胎，我都不叫方宁。结果等我再拨回去的时候，却显示对方已关机。怂货！我胸口憋了口气，一脚油门将车停到了蓝色宝马前面，把它堵在车位里面。不挪是吧？我也不挪，就跟你耗着，看谁耗得过谁。我拎着包下车，快要上电梯的时候，瞥见了草丛角落物业放置的爱心猫窝，里面几只狸花猫懒洋洋地团在一起，互相舔毛打闹。我心念一闪，绕到后门的宠物店买了一小包猫粮和猫条，从大厅一路撒到停车位那里。小猫闻见香味，一路吃过来，把地上的猫条舔得干干净净。然后在我脚边蹭来蹭去的起时，我将剩下的猫粮全都倒在蓝色宝马的引擎盖上。小猫争先恐后地往上爬，爪子在车上抓出一道道的划痕。宝马姐乱停乱放，小猫替天行道。猫好人坏，破案，也算是出了一口气。我高兴地哼着歌回家，电梯门刚一打开，就被屋里传来的笑声吓了一跳。我嫁进魏家3年，连公公门牙长什么样都没见过，这得多大的喜事，能让他高兴地笑成这样？我带着疑惑推开门，沙发上坐着的4个人齐刷刷转头看向我。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在门外都听见你们笑了。公公咧着的门牙收了回去，婆婆摸了摸鼻子，低头不说话。气氛有些尴尬，我将目光投向坐在老公身边的短发女生身上，总觉得有些眼熟，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她一开口，熟悉的声音使我心头产生的异样感更重了。她冲我笑了笑，开口招呼：“快进来坐。1个月那么点工资还加班，你们老板真会使唤人。斌哥买的橘子可甜了。你吃的话自己拿，说话自然随意的样子，倒比我更像这个家的女主人。更奇怪的是，对她这副反客为主的模样，在场的其他人脸上毫无异样，仿佛本该如此一样平静。我都不知道，就你们那小破公司有什么好忙的？我们这么多人眼巴巴的等到现在，小静都饿了。魏斌不高兴地嘟囔着。我有些不舒服，但有客人在，也不好多说什么。不好意思，今天忙晕头了，忘记给你发微信，下次就别等我了。你们自己先吃，给我留点菜。
我自己用微波炉热一下就行。我见卫兵没有介绍的意思，也没多问，弯腰换起了拖鞋，刚把包放下，那女生就站了起来，作势要走。既然嫂子回来了，我就先走了，不打扰你们吃饭。别呀，都到饭点了，留下来一起吃吧。方宁虽说做家务不怎么样，但做饭的手艺还说得过去。你给阿姨个面子，尝尝怎么样？是啊，小静，叔叔好久没见你了，留下吃个便饭，咱们好好唠唠嗑。一会儿吃完饭，让卫兵送你回去。公婆一左一右的拉着那女生的胳膊，不让她走。卫兵拿眼神示意我，还愣着干嘛？菜都买好了，赶紧去做饭。小静口味清淡，少放点盐，别放葱姜蒜。我不敢置信地望着厨房，冰锅冷灶的都要把人气笑了。感情他们3个在家闲了一天，连个饭都没做，就等我下班回来伺候他们呢。我不饿，刚才在公司吃了好些水果，你们想吃什么自己做吧。我回屋关上门，外面婆婆不满地抱怨，这是儿媳妇还是祖宗啊？想吃口她做的饭，还得看她脸色。小静，让你看笑话了，别这么说阿姨，她不做我来。你跟叔叔也尝尝我的手艺。兵哥，你来给我打下手，那感情好。真不知道以后谁这么有福气，能娶到静静这么好的女孩。客厅里顿时一片欢声笑语，更显得我像个局外人一样被他们孤立。我心里升起一丝酸涩，翻江倒海一样翻腾。我嫁给卫兵3年，婆婆何时对我这样和颜悦色过？我做的饭，她挑剔不合口味；我洗衣服，她嫌弃我用了洗衣机，费水费电，不知道节约。可是明明我的收入更高，家里的生活费都是我出的。现在看来，大概是因为我不是她满意的儿媳人选，所以我的付出都看不上吧。我拿着睡衣去洗澡之前，点了份螺蛳粉，等我洗完出来，正好外卖也到了。我一开门，餐桌上欢快的气氛一致。哟，少奶奶出来了！要不是小静，我们今天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饭？你倒好，光顾着给自己点外卖，眼里一点人都没有。婆婆的阴阳怪气，虽迟但到。我撇了撇嘴，她儿子没跟我结婚之前，也没见他家谁饿死了，怎么一结婚，全家都变得不能自理，就等着儿媳妇伺候呢？我不理他，取了外卖，准备进屋。我不犯人，人要犯我。那个叫小静的女生捂住鼻子，一只手还夸张地扇着风，说出的话让人听着膈应。嫂子，这味儿太难闻了，要不你去厕所吃吧，岂有此理！我转头看向卫兵，他点点头，附和道：都说了，别在家吃这些味道大的，瞅给人小静熏的，赶紧拿走。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个风箱，四面受气，没有理会他们。我转身走进厨房，拿了副碗筷，坐到小静对面，当着她的面打开外卖盒，顿时螺蛳粉的香味溢了出来。我满足地吸了一口，白了卫兵一眼：你这傻子，人家小静开玩笑呢，但凡要点脸的，能跑到别人家让主人去厕所吃饭吗？就你脑子笨，不会开玩笑，人家小静听了要笑话你的，是不是？小静尴尬地呵呵一笑。我低头喝了口汤，满足地长叹口气：好茶啊，不对，好汤，哈哈哈哈哈哈。小静脸色难看，没吃几口就要走，公婆挽留不住，就要下楼去送。我头都不抬地继续品尝美味的鸭脚，结果没一会儿，卫兵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我刚接起来，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方宁，你是不是蠢？怎么开的车，把小静的车都堵得出不去了？赶紧下来挪车。背景音里还夹杂着公婆的指责声。当初我都不同意，
要不是他家有钱，才配不上我儿子。不会下蛋的鸡哪能跟你比？卧槽！我说那绿茶怎么感觉那么熟悉？原来就是堵我车位那龟孙啊！算他跑得快，我气得冒火，刚要给魏家族谱问好电话就挂了。我转头把门反锁，还把沙发挪过去顶在门后。今天谁他妈也别想进来！手机关机，我倒头就睡。快睡着的时候，听到门口传来砰砰的敲门声，还有卫兵带着怒气的叫门声。方宁，你聋了呀？赶紧开门！这么晚了，爸妈还等着睡觉呢。我翻了个身，用枕头捂住耳朵，睡意朦胧之中，我听见窗户敲击的声音，睁眼看去，只见卫兵跟一只壁虎一样扒在防盗网上，焦急地敲敲窗户，又指了指外面，示意我开门。我差点吓出一身冷汗，这可是17楼啊！这要是摔下去，抠都抠不干净，多给清洁工添麻烦。我赶紧爬起来，顶着卫兵要杀人的眼神，反锁窗户，拉上窗帘，眼不见为净。第二天，我收拾好自己准备上班的时候，一开门，只见卫兵和他爸妈东倒西歪地睡在走廊上。听见动静，婆婆第一时间爬起来，不顾靠在她身上的公公摔得四脚朝天。你这个毒妇，好狠的心，居然把我们关在门外睡了一夜，我这把老骨头都差点散架了。我告诉你，我要你爸要有个3长2短，斌子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把你休了，到时候你死了就是孤魂野鬼，进不了我魏家的坟。卫兵扶着他爸，也是一脸失望地看着我。方宁，你太任性了，早知道你是这种人，当初我就该听我妈的话，不该让你进我魏家的门。快让开，赶紧让爸妈进去休息。我挡在门前，当着他们的面锁住门，将钥匙收好。卫兵，我觉得你妈说的有道理，像你这样的人不配进我方家的门，赶紧带着这2个赔钱货滚吧。方宁，你太过分了，你怎么能说爸妈是赔钱货呢？赶紧道歉，不光你爸妈，连你也是赔钱货，这么孝顺也没舍得给你爸妈开个酒店住一晚，死抠货。看着卫兵令人厌恶的嘴脸，我只觉得心累，当初是哪根筋搭错了，居然看上这样的人。昨天晚上种种已经足够让我醒悟，卫兵并非良人，这几年的婚姻全靠我委曲求全才勉强维持。他不在家的时候，他的父母从没拿我当过人，冷言冷语，阴阳怪气的拿话扎我，这些委屈我都是咬牙咽在肚子里，不想让卫兵为难。可昨天晚上我才突然明白，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只不过是不在乎，不上心罢了。既然如此，又何必勉强？离婚吧，这房子是我父母买的，是我婚前财产，你们3个滚，别脏了我的眼。你说什么？你个贱人，要离也是我儿子跟你离婚，离了我们斌子，你没什么好下场。卫兵他妈3角眼里冒出金光，我猛地扬起手，吓得他一个哆嗦，躲在卫兵身后。管好你妈的嘴，再敢喷粪我绝不轻饶。我绕过魏家人，径直走向电梯，再不走我就让保安把你们扔出去。车库里，蓝色宝马还停在里面，车盖上已经布满划痕和猫咪脚印。早知道车主不光是个贱人，还是绿茶，昨天晚上就多倒点猫粮了。我按照习惯还车1周，等绕到左后方时，发现车身上一个硕大的脚印，铁皮都凹进去一块，用脚趾甲盖想都知道是谁干的。我第一时间拍照留证，又给物业发消息要到了监控视频。等我打车到公司时，已经9点多了。一路上卫兵不停的电话轰炸我，微信里几10条60的语音，我一概不听，只告诉他
如果不答应离婚的话，我有的是办法让他在这座城市无法立足。处理了一会儿工作，我才有心情打开监控视频。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还是被魏家人的不要脸给气到了。好一出老贼帮着小贼偷情放风的大戏。视频里，魏斌挂完电话后，嘴里一直在骂，蒋静亲密地替他抚摸胸口顺气。两个老的看在眼里，一点诧异都没有，仿佛见惯了一般淡定。好了，再忍忍，等一切到手后，看他还敢不敢这么嚣张，就当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委屈只是暂时的，他得意不了几天了，到时候等他发现真相，气都要气死了。你想怎么收拾他都行。亲亲我的乖宝，不气不气。我强忍着恶心，继续往下看。比起被戴绿帽子的气氛，更好奇这一家子究竟在谋划什么。两个人拉扯一会儿就亲在了一起，两个老家伙对视一眼，一人守着一边望起风来。小静，你放心，他已经相信自己不能生孩子了，你争点气，赶紧怀一个，到时候抱回来让他给你养。等他成了黄脸婆，你还是漂漂亮亮的小仙女，咱俩花着他的钱，还让他给咱养孩子，哈哈哈！讨厌，那孩子是我想生就能生的吗？我一个人努力有什么用？得咱俩一起努力呀！哈哈哈哈哈哈！我就像溺水了一样，呼吸困难，耳朵里一阵轰鸣，还没反应过来，身体就已经冲进洗手间狂吐。该死的狗男女，天杀的魏家人！我心里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怨恨、不甘、悲哀、委屈。想当初嫁给魏斌时，魏家连3万块钱都拿不出来，3金就更别提了。给了一条极细的金链子，最后还发现是金包银充数的。这么些年，全靠我娘家扶持，自己努力买房装修，添置车子，最后还要被人背叛、算计、嫌弃。要说早上，我还想着能跟魏斌好聚好散，此刻我只想让他死。还没等我想明白该怎么做，助理怯生生地敲了敲门。方经理，外面来了个大妈，说是你婆婆，这会儿在前面闹事呢，你赶紧去看看吧。我差点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水池里，随即心里涌起一股怒火，找死的来了。一路上，同事们眼神怪异地看着我，刚一进大厅，就看到魏斌他妈张桂芳站在前台的桌子上大骂，旁边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你们大家给我评评理，有他这样做人家儿媳妇的吗？目无尊长，不敬公婆，这要搁那几年，是要拉出去跪大街，让街坊邻居吐唾沫的。嫁到我家3年多了，连个蛋都不会下，我一句重话都舍不得说。真是亲闺女都没有这样的，对她掏心掏肺。结果呢，就因为点小事跟我甩脸子，把我跟老伴撵到楼道里睡了一夜。哎呦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我儿子为我抱句不平，他就闹着要离婚，撵我们走。要我说，肯定是外面有别的野男人了，把你们领导叫出来，我今天就要问问他，这样水性杨花的女人，你们公司还留着她干什么呀？我环视一周，所有人脸色各异，有嘲笑、气愤，有不屑。我将反应最强烈那几个人的名字记到心里，只有遇到事情的时候，才能知道身边人是人是鬼。张桂芳一番哭闹之后，直接躺到台子上，谁劝也不听，只嚷着要见领导。我拨开人群，径直走到他面前。张桂芳眼前一亮，不等他开口，我直接跳起来，跨坐骑到他身上，左右开弓，就是2个响亮的嘴巴子。不管你是谁，敢上我婆婆的身，我今天非抽的你不敢投胎。张桂芳眼神猛猛的，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我直接脱了鞋，把袜子脱下来团吧团吧，
塞他嘴里了，转头又看向已经傻眼了的前台，去老板办公室把他养的柳条掰一根给我。我婆婆中邪了，我得给她去驱邪。前台呆愣地点点头，飞快地跑开了。没一会儿就带着柳枝和不明所以的老板回来了。小芳，你这是？我来不及解释，给老板比了个放心的手势，挥手示意众人闪开。张桂芳已经反应过来，呜咽着挣扎，脑袋来回摆动。我膝盖夹住她的脑袋，让她不能乱动，一只手将袜子又往里塞了塞。呆，何方妖孽，竟敢强占我婆婆躯壳！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我婆婆向来老实，从不大声说话，正眼看人。今天如此反常，必有蹊跷。我右手抄起柳枝，对准张桂芳胳膊、膝盖就是一顿抽，把张桂芳抽得跟脱水的鱼一样来回扑腾。但她嘴被堵着，只能无声嘶吼。见状，我表情凝重，喃喃道：“如此顽强的鬼，倒有些难办了。”老板贴着墙根，双手紧紧环抱着自己。见状，小心开口：“小芳啊，你这是干啥呢？你婆婆咋的了？用不用打120？”我摇摇头，叹了口气：“120救不了她，还得我亲自出马。”我喊了2个同事，一头一脚的帮忙按着我婆婆，然后解开她的扣子，一把将裤子拉了下来，露出里面粉色波点蕾丝开裆内裤，痛心不已。感情还是个艳鬼。同事们，啊，老板，嚯，张桂芳，呜呜，任谁也想不到，张桂芳外表如此古板，路边看见穿短裤的小姑娘都要翻白眼的大妈，竟有颗如此闷骚躁动的心。我发现这事儿也是意外。张桂芳晒在外面的内裤掉到楼下阳台上去了，邻居捡到送了上来。当时我一个人在家，脑袋一片空白，还以为是卫兵趁我不在家时带小三回来落下来的，还准备找他算账。没想到吃完饭内裤就不见了，转头却瞥见弯腰捡东西的张桂芳腰间露出一条性感的豹纹边儿，当时就给我雷得外焦里嫩。老年人真会玩，也怪不得那么保守的上一代，孩子一窝一窝的生，感情是皱了皮的西瓜，里面花哨。没想到不小心撞破的密纹，能在这里帮我一把。我摇头，连连后退。我婆婆一世英名，今天算是毁在这个艳鬼手上了。等她醒了之后，不知道该如何见人啊。老板此时已经吓得腿抖，他一向信奉这些，办公室里的发财树都快成林了，吃饭走路佛珠都不离手。现在见了张桂芳种种异状，哪有不怕的？小芳啊，你赶紧想想办法，怎么把你婆婆身上那位请走。老板说着，压低声音，生怕惊扰了一样。我沉思一会儿，扫了一圈在场男同事，被我看过的人，个个缩着脖子，眼神躲闪。艳鬼属阴，最怕阳物，还得各位帮个忙。在场有没有处男？弄一杯童子尿给我婆婆灌下去，就能好个8、9成。已婚的自觉让开位置，退到后面。几个未婚的却也缩头缩脑，面色涨红。见没人吭声，我痛心疾首地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贞洁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彩礼，你们这样对得起未来的老婆吗？最后还是老板发话，找人去附近幼儿园要了杯尿来，还是几个同事帮忙按住张桂芳。我眼疾手快，拽出袜子，狠掐一把她胳肢窝软肉，趁她吃痛张口骂人的时候灌了进去。满满一保温杯，500毫升，淡黄、温热、微骚，一滴不漏。嘿嘿，偶方宁，你他妈的！我又把袜子塞了进去，无奈摊手对众人解释：没有办法，我也不想这样，要是吐出来那就白喝了。
只能让我婆婆再委屈一下。至于咱们小辈，挨2句骂也是应该的，怎么能跟老人计较呢？老板闻言泪目了。小芳，你这心胸，这气度，真是一代好媳妇的典范啊！应该号召大家跟你学习，争做孝顺好青年。鼓掌！热烈的掌声中，我淡定地摆了摆手。哪里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打了120，同事帮着把张桂芳抬到救护车上。张桂芳对着检查的护士嚎啕大哭，说我虐待她。面对护士狐疑的眼神，我无奈摇摇头。嗨，媳妇难做呀！不等我解释，跟车帮忙的同事就七嘴八舌地帮我辩解起来。阿姨，这就是你不对了。你刚刚中邪胡说八道，你儿媳妇人都没跟你计较，忙前忙后的给你想办法治病。要我说，你也太不识好歹了。医生，一会儿给他好好检查一下脑子，别是老年痴呆了吧？咋分不清好赖人呢？我冲护士指了指太阳穴，摇了摇头，苦涩一笑。护士点点头，我懂，难为你了。到了医院，我让医生给张桂芳安排了全套检查。医生，钱不是问题，花多少都行，只要我婆婆能健健康康的，我们这些小辈心里就有个安慰。医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病床上破口大骂、唾沫横飞的张桂芳，感叹一声：这么孝顺的儿媳妇，怎么摊上这么个不讲理的婆婆？真委屈你了。我低头笑了笑，反正掏钱的冤大头又不是我，有什么舍不得的？张桂芳听见医生的话，眼睛一翻，气晕过去。医生赶紧将她推进手术室抢救。我走到一旁给冤大头：啊不，卫兵打电话，亲妈住院，大孝子怎么能不到场呢？经过刚刚这一套连招，我也冷静下来，想明白了。婚是肯定要离的，但我也不会让卫兵好过。他不光要净身出户，还要让他身败名裂。魏家这2个老家伙和那个知3当3的蒋静也不是好东西。我顺手收拾了，也算让我出口恶气。冤种来得很快，但蒋静来得比他更快。电梯一响，蒋静穿着白大褂从里面跑出来，又哭又嚎地扑到手术室门上，不知道的还以为里面躺着他亲妈呢。噪声惊动了里面的护士，出来一看，居然还是个医生，更是火冒三丈，劈头盖脸给蒋静一顿训斥，还要打电话让他科室主任来评理。我没忍住笑出了声。蒋静怨恨地瞪了我一眼，随即想到什么，不屑地笑了笑，语气得意：嫂子把阿姨气成这样，还有脸笑？一会儿兵哥来了，看你怎么跟他解释。说兵哥就到。卫兵灰头土脸地跑来了，要不他能跟蒋静搞在一起，2人一个德性，他也抱着手术室的门鬼哭狼嚎，跟死了妈一样。护士出来的时候，脸黑得跟锅底一样。我急忙捂住耳朵，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卫兵就没那么幸运了，连带着蒋静一起被劈头盖脸一顿骂。嘿嘿嘿嘿，我可没笑，就是牙有点热，放出来晾晾。卫兵丢了这么大的脸，亲妈又生死不明，心里窝着一口气，气冲冲的就冲我来了。蒋静在他身后也是一脸怒色，我看他攥紧拳头，心里做足了防备。还没等他出手，我拉过卫兵胳膊就是一个过肩摔。还好当年我妈让我去学琵琶的时候，我宁死不从，转头学了自由搏击，要不现在就只能阿巴阿巴傻眼了。顷刻间，现场一片寂静。卫兵眨眨眼，眼神中有一种清澈的愚蠢。我挥了挥拳头，我虽然不善言辞，但也略通一些拳脚，好好说话 OK。 卫兵沉着脸，但总算能够好好交流了。方宁，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我妈到底是长辈，你怎么也不能
把他气成这样啊？离婚的事不要再提，等我妈出来，你给她磕头道歉。这段时间你哪也别去，就在医院照顾我妈。卫斌说得理直气壮。余光里，我瞥见蒋静悄悄掏出手机拍我，我心里暗笑，还以为多了不起呢，就这点手段。我瞅准机会，拔腿就跑，过程中揉乱了发型，扯开了衣领，边跑边惊恐地喊：“求求你，放过我吧！你出轨的事我不管，我当看不见还不行吗？你打了你妈，可不能打我了。”方宁，你他妈胡说什么？卫斌果然被激怒追了上来，蒋静也只能跟在后面跑。就这样，我溜着他们两个一路跑到医院大厅，里面挤满了看病挂号的人。我哀嚎一声：“哎呦，出人命了！我老公要为了小三打死我！”就扑倒在地。人群先是一静，然后就骚动起来，没一会儿就把我跟卫斌、蒋静围了起来。我低头调整一下姿势，无奈叹气。果然，八卦的力量是无穷的。那大哥脑袋都让人开瓢了，还往前挤哪？各位好心人，救命啊！我老公出轨了，非逼我净身出户，我不同意，他就要打死我！呜！我伸手指向卫斌，顿时群众鄙夷的目光如同利剑一般，都快把他扎穿了。卫斌一头的汗，着急忙慌地跟众人解释：“都是误会，这是我老婆，她脑子不好，犯病了，没有出轨，别听她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把她带回家。”我看见蒋静缩着脖子，想趁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卫斌身上，要悄悄退出人群的时候，一个匍匐前进，抱住他的腿哀求：“我错了，这男人我不要了。送给你，你别让他打我。我婆婆已经被你们两个气进医院了，就放过我吧。”蒋静顿时慌了神，使劲想把我甩开，但她细胳膊细腿的，哪有我力气大？费了半天劲也白搭。你们看，这女的还穿着白大褂，她是这医院的医生。呸！不要脸的小三！这种人当医生，只怕要把病人给耽误死。一点德性都没有，把你们领导叫出来，问问他怎么处理。我揉了揉眼角，把手机掏出来，调出监控视频递向人群。众人看得清清楚楚，蒋静跟卫斌是怎么密谋要整死我的。我该怎么办？我家里还有父母要照顾，别害我呀！我什么都不要了，老公也让给你，你不要杀我好不好？一时间，群情激愤。姑娘，别害怕，我们替你做主。反了天了，这对狗男女，今天就让他们知道作恶的下场。对，不能放过他们。我已经报警了，现在就去找院长，把这小三开除。你们干什么？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别多管闲事。我说，卫斌跟蒋静被人按在地上，甩了几个嘴巴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扯着头发拉去院长办公室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院长迅速做出开除蒋静的决定。蒋静疯了一样破口大骂，又被赶到现场的警察控制起来。警察同志，这两人踹我的车，给我造成经济损失，我有视频为证。我把监控和保险公司提供的维修票据都交给警察，坚持不和解的话，够他们蹲几天的。眼见事情失控，卫斌害怕了，连连跟我求情：“宁宁，你听话，家丑不可外扬，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好吗？我跟你保证，不再提离婚了。今天的事咱们就当没发生过，好不好？”姿态放的那叫一个低。可惜我不吃这套，这2天发生的事足以让我看透他的本质：懦弱、无能、妈宝、卑鄙。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在卫斌耳边说了一句话，也算成全多年夫妻情分：死妈宝，你妈不要你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卫兵他妈做完手术后，听说自己儿子大闹医院，被警察带走，当即怒火攻心，脑梗中风，以后就只能左手6，右手7了。他爸刚开始还赖在我家门口不走。方宁，你这个贱人，你害得我儿子坐牢，害我老婆住院，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我一桶童子尿泼过去，替他超度，又直接把他跟跳广场舞的老太太那点风流事捅了出去，挨了别的老头一顿嘴巴子之后，当场吓得大小便失禁，活该！我把他们的东西全部清了出去，将房子租出去之后，我向公司申请调回了老家。老板万分不舍，非让我给他留点宝贝护体。我送了他一本《走进科学，抵制封建迷信》，从你我做起。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